感谢你来到大帅的频道。以下这些话我想说，在交易以前，你可以通过我的频道学到很多交易技术和使用大帅独创指标。但是以下内容才是最重要的，请耐心看到最后。首先，交易的核心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才是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区别？相信大家都带这样的疑惑来到大帅的频道。大帅在频道里给大家分享我的交易体系和自己编写的 TradingView 指标。这些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因为这些都是大帅自己的交易心得，尤其是指标是大帅自己编写并使用的。但这些是区分成功失败者的核心吗？肯定不是，这些只是术。就算你不看大帅的频道，看别人的视频，你同样可以学习到很多技术指标，甚至我毫不怀疑，肯定有很多人比大帅讲的更好。那么区别交易者成败的到底是什么？要我说，是信心和执行能力。这就是我的答案。所谓信心，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易、不断使用而积累来的一个确信。很多时候按照体系有机会，但不敢去做，等趋势走起来了去追，又被震荡拿捏，这就是普通交易者的痛处，最后两面被打止损。而当你长期使用一种体系，有了足够的信心，就不怕行情变化，因为你做了几百上千次，你清楚的知道胜率有多少，这位置盈亏比是多少，你就像一个量化机器人，有足够的经验让你游刃有余。所以当你接触一个新系统，不通过大量模拟的测试，是无法掌握的，更很难在关键时刻做对选择。大多数人最后都会停在这样的一个误区里，不停的学，好不容易找到一种方法去尝试，然而有时灵有时不灵，也管不好仓位，最后不停的换，不停的失败。其实不管你用谁的方法，只要耐心练习，用模拟测试100次以上，我相信你可以更多的积累心得并掌握窍门，也可以和自己的体系搭配使用。这是信心，而执行力是最重要的。交易体系和指标分享给大家了，但是市场不同，所承担的风险不一样。美股或者 ETF 指数风险相对较小，商品大一些，加密货币更大。我们必须根据所做的市场，给自己一个能够承受波动的安全的范围，这是尤其重要的。很多人明明正确的预判了行情，但是在行情到来之前就亏完了。很多人明明定好了仓位和杠杆，结果一上手就变成了满仓高杠杆，然后直接爆掉，数不胜数。这就是交易最难的，不管你有多少本金，多少经验，成功了多少年，只是你做不好仓位管理和杠杆倍数，都可以在短短的1天内失去全部。所以大帅建议大家分散资金配置，在股市、商品、加密货币里分开，杠杆越大，资金分配越少，这是极其重要的。交易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你永远不要给自己犯错的机会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假设你现在在高杠杆的加密货币市场博弈，你开了40倍杠杆，此时交易不如你愿，向住反方向移动，而你因为犹豫纠结没有及时止损，导致亏损本金 60% 以上。你现在是会立刻止损，同时付出高昂的手续费离场，还是选择继续扛单？如果你这回离场，扣除手续费，你只有 30% 的剩余。此时想赚回本金，你需要翻3倍以上。你会怎么选择？答案不言而喻，以我的经验只会有2种，一种是选择扛单，要么爆仓，要么趋势回转，这种就算趋势回转这次赚了钱，下次也很容易继续扛单，迟早大亏。还有一种就是止损，只是止损后立刻开100倍最高的杠杆去继续搏，因为知道慢慢翻本无望，所以只想用更高的杠杆搏一丝机会。不管哪一种，相信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不要给自己犯错的机会，不要让自己承受无法接受的亏损。不管你的杠杆高低，每次所承受的亏损都必须是你能接受的。以我来看，20%就是极限了。不管如何，一笔交易的亏损不应该超过 20%， 哪怕后面证实你的观点是正确的，那也只能责怪自己仓位管理和开仓时机没有把握好，而不是放大自己的止损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所设定的条件来调整仓位，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和情绪。理论上来说，按照自己设定的条件来加减仓是很容易的，然而实际上，行情会影响你的思维。
以下两种情况最容易犯错。第一种就是经过一轮行情后，市场进入震荡阶段，在这种宽幅震荡里，因为没有及时从趋势策略调整过来，容易两面被打止损，心态受到影响，从而去硬抗某一边，或者在持续的亏损之后加大仓位或者杠杆，这些都是极其危险的。虽然设定好了交易的条件频率和仓位，但是无法执行，从而又因为亏损去加大杠杆，最后交易失控。第二种就是当行情单方向快速移动，此时进入超涨或者超跌状态，行情运行的很快。例如在短线大涨后，感觉背离了，短线涨得很多，好像随时可以开空。然而一旦开空，又被继续的上涨打掉，打掉以后在高位震荡时又会想要开空，结果又被打掉，反复止损后心态崩溃，最后交易失控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情况，包括连续的小幅亏损等，甚至是盈利了，但仓位和杠杆很低，也会可能觉得杠杆仓位太低，错过了行情，从而临时加仓，导致亏损。所以很有可能你掌握了一门交易体系，胜率和盈亏比也能控制，但是依然因为上述各种心态、仓位、杠杆等原因导致亏损。甚至我也见过很多人稳定盈利了1-2年，结果因为短期的连续交易失利，受不了回撤而加大杠杆仓位，最后爆仓。所以虽然我给大家分享我的交易技术和指标，但我也要说，技术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在实际的交易中，最多占30%的胜率，剩下的心态、仓位管理更是无法忽视。这也正是交易残忍的地方。我很感谢你看到这里，我想告诉你，交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任何的疏忽大意，甚至是微小的失误，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谨慎交易，分仓在不同的品种类别之间，同时拿不影响生活的资金来做，我觉得这些是在交易中很重要的事情。同时如果你赚了钱，也要定期取出来一部分做长期投资或者改善生活，相信我，这是对你很有用的，也是我自己多年的经验。最后介绍一些我的频道和板块。我的频道主要分享我的交易体系心得，以及我自己编写的 TradingView 指标。指标的话都是免费使用的，设置成了私密指标，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简介或者评论区里查看，然后直接到 TradingView 里安装使用就可以了。具体流程是打开 TradingView 之后，选择收藏该指标，然后就可以在 TradingView 技术指标面板的收藏栏里找到大帅的私人指标了。如果大家有想法或者观点，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，我看到了一般都会回复的。更新了指标我也会提示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关于 TradingView 指标，我推荐大家安装之后先测试，因为在不同的市场里使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。美股较为稳定，一般都是上涨行情，商品和加密货币则以单边加震荡趋势居多，波动更为剧烈。可以使用 TradingView 的重播功能，重播功能可以重播以前的行情。装上指标后就可以看当时的指标数据，在下面还可以类比买卖，这样就可以测试指标在该品种的表现效果，十分简单有效。同时请注意指标使用的周期，像大帅、RSI 体系这种的在所有周期都可以使用，没什么限制，但是大帅强弱主线则完全无法在小周期使用，最小的周期也是12小时，所以请根据行情和品种特点来测试指标在该品种的表现如何。对于参数来说，大帅都是开放的，大家可以自由在设置里调节大帅指标的参数，从而根据市场调节找到最合适当前行情的参数。在指标选择上，3重共振系统我觉得是最好用的，就是你选择你所熟练使用的3个指标，它们分别是一个趋势指标，用来把握大方向的选择，一个短线指标，用来把握买卖点的选择，还有一个波动指标，用来判断当前是走趋势还是震荡阶段。这样的搭配可以符合大多数行情，从而避免只使用同一个类型的系统重复无效，或者是使用的太多信号杂乱。每个指标都有其特长，在某一方面满足要求就可以了，不要幻想一个指标同时满足所有特点。我编写也不喜欢给一个指标太多功能，而是专注某一点，这样可以像模组一点自己组建成需要的模型。在品种选择上，如果你是新人，最好做美股，尤其是指数品种，像纳指、道指等。相信我，
会给你极好的交易体验和建立交易自信。等熟悉了指标，有了自己完全成熟的交易体系之后，可以分一小部分资金来测试一些带杠杆的品种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记得分仓和永远不要太高的仓位。你要记住，市场永远不缺行情，但是不要让你手中的本金流失。还有就是不要预测任何消息的影响，而是要观察市场对于所有消息的反应，也就是走势本身。就像感冒之于人的体质，消息是用来测试市场体质的，而不是用来预测的。当你想不明白的时候，要多多参考不同的时间周期，必然会有一个时间周期在做合理的变化，只是你没发觉。我还有很多想说的，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上面的内容。最后，谢谢你我的朋友，希望我的分享可以帮助到你。在此，祝你交易顺利，生活如意。